强烈大陆冷气团来报道，全台周末最低下探6度，天气详情交给冠毅。 冷气团报道越晚越湿冷，但是会不会影响到跨年夜呢？我们来带你来看。其实从今天开始呢，这个温度就会一路的往下滑了。也许在礼拜天、礼拜一这2天呢，温度会稍微上升一点点，但是呢，后面又有东北季风要报道，温度又要略微下降了。不过可以看到呢，其实从礼拜6到礼拜1的时候，这一波大陆冷气团它是夹带干冷空气出现的。整体来说，天气是晴冷的天气形态，但是呢，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些辐射冷却的影响，低温是下探到6度左右。那么刚刚提到呢，其实礼拜2、礼拜3的时候，东北季风会略微增强。西半部来说是晴朗稳定的，台北是多云。目前看起来跨年活动应该是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的，倒是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偶雨出现，水汽会稍微增加，可能导致部分的地区没有办法来看到曙光了。而前中央气象局长郑明典又说到了，这一波冷空气确实是非常强的，要特别注意的是防寒害。那么另外呢，中南部的温度变化比较大一点，对健康的影响来说会比北部更加明显，所以说年长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要多加留意了。 保人福利法修正草案力拼3读，65岁以上免健保费，一届提出了3大原因来反对，详情再交给冠毅。 立法院3读老人福利法修正草案，那么可能造成了部分人士的反弹。我们来看到呢，这个修正案是针对65岁以上所得税集聚20%以下的这个族群，健保费会由政府来进行补助。那么这个也代表呢，未来这个补助的金额会增加超过300亿元。但是呢，来看到北市医师公会说到了，其实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，应该是要来加强医疗人力的问题，而非用政策来进行买票，甚至还提出了3大质疑点。第一个就是世代分配不正义。那么因为呢，现今的这个缴税者，他们就是这个年轻人，他们必须要来背负更重的经济负担，再加上其实他们也没有享受过前阶段的人口红利。而另外就是有限资源的排挤，就是因为呢，台湾的医疗资源支出是占 GDP 是极低的，现在又来增加了老年的健保支出，可能就无法适时获得挹注，导致医疗资源又更少了。再来就是政府的财政负担会再加大，那么就是因为呢，这个健保费率未来可能会再继续做调整，要面临更大的障碍了。